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期货。从成交的面值来看期货的总成交量甚至超过了庞大的外汇市场，是全球最大最活跃的交易市场，堪称是金融产品之王。它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基本逻辑，却能演变成金融市场五花八门的招式和错综复杂的交易策略。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期货，它表面上是什么，本质上又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又是如何为资本市场玩出花的。期货全名叫做期货合约 Futures Contract， 它是一个合约，这个合约里头有甲方和乙方，规定在未来某个特定的时间，以一个约定好的价格交易某个商品。就比方说我小林在3000美元的位置做多了一个25年12月份到期的黄金期货，假设这个期货合约是100盎司的黄金，这就意味着我承诺在未来12月份到期的时候会以3000美元的价格买100盎司的黄金。而这个期货的乙方就是空头方，比如说老王吧，他就承诺在那天要准备好100盎司的黄金，然后以3000美元1盎司的价格卖给我。如果那天市场上黄金价格已经跌到2000了，没办法，那我也得认，我还是得拿3000买，每盎司我就亏1000美元。万一要是市场涨到5000了，那没办法，老王也得认，我还是以3000美元买，我就赚2000，老王就亏2000。你看这个合约里头有很多变量，其中呢，什么时候到期，商品是什么，都是合约里头约定好的，然后这个合约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易。这个成交的多头和空头就是这个合约的甲方和乙方，成交的价格就是约定在未来交割的价格。当然交易的双方其实不知道对方是谁，大概就这么个逻辑，解释起来可能有点绕，但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跟我们买卖黄金其实很像，只不过呢，你不是现在买，而是约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买。所以说期货在最早期出现的时候最常见的应用就是给这些商品的供应商去对冲风险。比如说我是一个小麦农商，我要在市场上卖小麦，那前期我是要花好多成本去垫付种子、肥料、地租，可能种半年才出来小麦，我很害怕种出来的小麦到时候市场价格暴跌，那我不就亏本了吗？这种情况下我就可以做空，比如说6个月以后的小麦期货，提前去锁定6个月以后这个卖出价。那反过来呢，小麦下游的采购商，比如说面粉厂、面包厂、酿酒厂等等，他们得不停的买小麦，他们就害怕小麦到时候未来价格暴涨，那他们就可以买入小麦的期货，提前锁定买入的成本。类似的，比如航空公司可以做多航油期货来对冲，黄金首饰商可以做多黄金期货来对冲，黄金的开发商他就可以做空黄金期货来对冲。总之，你预期未来要买你就做多，预期未来要卖你就做空，提前锁定价格来对冲业务的风险。比如说你看石油公司 ExxonMobil 的年报，它其实就持续在持有天然气期货的空头。你看针对很多商品，它不光有一个现货市场，还有一个平行于它的期货市场，而且不是一个期货合约，而是可能未来每个月到期的期货合约，这些都在交易，而且这些合约的价格通常跟现货是非常接近的，当然有区别这里头有非常细微的，比如说利率、贴现、风险溢价等等的因素影响，很多基金、券商玩的就是这些，但大致上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你基本可以把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理解成一回事儿。比如说你觉得黄金价格未来6个月要涨，那你确实可以非常费劲的先买金条存起来，到时候再卖出去，这样可能又麻烦又不安全，手续费还非常高。但其实你可以直接去买黄金期货，它也会随着金价去涨跌，到时候你只要在到期交割日之前把它给卖掉就可以了，你不需要真的去持有这个金条，就能从金价的涨跌当中去获利。所以你看期货它这种可以紧密追踪一个商品的价格，但又不需要真正交割这个商品的属性，就让它的市场需求一下子扩大了很多。其实如果只是我们刚才说的生产商、什么供应商在买卖期货，他怎么可能做到每天几万亿美元的交易量，对吧？你比如说在2024年年初开始，可可豆的期货突然开始暴涨，从4000美元几个月里头涨到了12000美元，暴涨了200%。这是为什么呀？当时有一大批对冲基金压住了87亿美元，就赌它会涨，做多它的期货。这个可可豆呢，它是巧克力的原材料，也是个不小的市场，每年的产量超过500万吨，而全球主要的可可豆就来自科特迪瓦和加纳这2个地方。当时23年底就有报告显示，说科特迪瓦附近可能会有大量的降雨，很不利于可可树的生长。但更关键的是，那时候在那附近正在流行一种植物的疾病，叫做黑甲病，它是一种真菌，反正对可可树的侵害非常严重。很多对冲基金一研究就会发现，这可能会导致未来可可豆的产量急剧下降。所以原本平静的可可期货市场一下子就涌进来了大批的对冲基金、投机资金来做多可可期货，把它价格抬了3倍。我跟你说其实这种玩大宗商品的对冲基金，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死了一大片，之后就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也是看到了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才一下子又冒出来这么多投机的资本。当时对冲基金的资金一度占到了这个可可期货市场多头85%以上，后来果然这个现货价格涨上去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用期货市场做投机的例子。而且我顺便说一嘴这个例子里头参与的不光是投机商，你想要是正常可可豆价格上涨的话，它下游的采购商，就是那些巧克力的制造商，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冲
冲击。但是当时全球非常大的一个巧克力制造商叫 Hershey， 他因为正好要提前对冲可可豆价格上涨的风险，所以就做多了可可期货。所以你看他财报，24年就在大宗商品、期货和期权这一栏有超过5亿美元的收入。好，咱们刚才说的都是期货可以追踪商品的价格，用来对冲，用来投机。但是，如果光是这样，我们就把期货给想窄了。这个只是对期货理解的一个 1.0 版本，它不光可以追踪像石油、大豆、黄金这些实物资产，也是我们说叫大宗商品的价格。它还可以追踪虚拟资产、金融资产，比如说股票期货就是到期交割股票，国债期货到期交割国债。但我们到这儿还是把期货给想窄了。期货它不光可以追踪一个资产的价格，它甚至可以追踪一个非常虚无的指标。我就简单追踪一个数。你比如说全球最主要的一类期货是什么呀？是股指期货。它都不是说你要交割哪个股票，它就是追踪股指这个数。那你可能想问了，追踪一个数到期怎么交割呀？你比如说我在6000点的位置做多了一个12月份到期标普500的期货，如果到期的时候就是12月份的第3个星期五闭市的时候，这个标普500假设涨到1万了，那我就赚4000。等到期的时候，这个期货清算平台就直接把这钱打给我。当然这个期货合约实际上会有一个250倍的乘数，所以如果我买一手，其实是赚了4000乘以250，就是100万美元。那相应的，我对面那个空头老王八他就亏了100万美元。你看到没有？这个例子里边其实完全不需要实物的交割，它单纯就是到期了，我根据这个数去结算多空双方的盈亏。这个其实就是期货它非常聪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化。所以理论上，任何那种客观可以量化，就是可以赌这个数的指标，都可以进行期货交易。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愿意交易它，那交易所就可以创造出来一个对应的期货合约。你比如说，我就可以整一个小林每期视频播放量的期货，比如说12月19号到期的一个合约代码 LINZ5，这是市场标准。Z 一般就代表12月，5就是25年，它就是说25年12月份到期的这个 LIN 期货。然后呢，我就可以规定这个结算指标，比如说截止到美东时间12月19号下午5点，小林说这个账号在哔哩哔哩、抖音、YouTube 最近1个月的总播放量除以100万，就是这个指数。比如说那个月我的总视频播放量是5000万，那结算那个指数就是50。大家要是想玩这个期货，大家就会根据我现在最近视频的播放量去预测12月份可能会在一个什么水平。比如说我9月份、10月份表现特别好，粉丝猛涨，那大家可能就会猜测12月份数据表现可能会更好，那这个 LINZ5 期货的价格就会跟着上涨。当然了，我就是为了搞笑嘛，举这么个例子，肯定没有人无聊到会交易这个期货，而且我也太容易做手脚了。但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核心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切指标皆可期货。一切指标皆可期货。期货它其实不一定非得在未来交割某个资产、某个产品，它就是对某个数据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的对赌。你可以赌油价、赌金价、赌国债价格，你也可以赌利率、赌小林播放量。通过期货这种简单的形式，可以把一切指标金融化、可交易化。这是为什么期货是金融产品之王。我跟你说真正的王者就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形式，高效精准的解决问题。比如大家如果在海外出差或者旅游，急着用网又找不到 WiFi，Sally eSIM 就可以简单轻松的解决。eSIM 就不需要实体卡，下载 App 就可以在200个地区选择合适的方案，不用四处去找公共的 WiFi， 也不用在当地机场排队买 SIM 卡，有区域型的和全球性的方案可以选，随时都能上网，非常方便，而且价格也有优惠，还可以省去漫游费。它和 iOS 和 Android 都可以兼容，你选好地区，然后按天或者按流量选好合适的方案就可以用了。不过呢，你安装前还是得确认一下你这个手机到底支不支持 eSIM 的功能。现在通过置顶评论的链接 sally.com/小林下载 Sally eSIM， 在结账页面使用优惠码小林，还可以享受独家专属的85折优惠。好，我们接着回来说期货哈。期货里这个期字就是为了让这个合约有一个到期日，有一个交割的规则，它保证了期货的价格可以紧密追踪对应的指标。但实际上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它更多是一种价格的对赌。我希望这个指标涨的时候赚钱，我就可以做多；我希望它下跌的时候赚钱，我就可以做空。实际上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期货交易者都没有持有到期的，而是在交割日之前就清掉了自己的仓位，不会去真的交割黄金、交割石油、交割大豆。你比如说全球的原油期货市场交易量那么大，但实际上最后只有1%都不到会真的实物交割，大部分人在这个期货到期之前就平仓了。我跟你说，有一种期货它更极致的体现了期货里边价格对赌这个本质，叫做永续期货 （Perpetual Futures）。这个其实在加密货币领域应用很多，它甚至永远没有到期，也不会有实物交割，就是用了一套费率的计算方式来保证这个期货价格可以尽量跟实物价格收敛，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哈。总之这个永续期货它连期货里边期这个字儿都不管了，就剩货了，纯粹两边多空双方针对货的价格的对赌。
好，在我们深入期货的一些复杂玩法和崩盘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说说整个期货市场最多最普遍的一些产品和它们常见的用法。首先我来考考你哈，你知道全球所有的期货里头，如果从成交面值来看，最高的期货产品是什么吗？来，我给你4个选项哈 ：A. 原油期货，2. 黄金期货 ，C. 股票期货 ，D. 以上都不对，选什么呢？D. 以上都不对。实际上交易量最大的产品叫做 SOFR 期货。你是不是想说什么玩意儿都没听说过，对吧？这个 SOFR 期货其实就代表了我想说的期货产品的第一大类，就是利率类期货。SOFR 呢，就是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的简称。它的期货呢，就是在到期日之前的一段时间，每天利率的一个加权平均。比如说12月份到期的一个3个月的 SOFR 期货，就是追踪10、11、12这3个月每天利率的一个均值。所以 SOFR 期货说白了，其实就是对未来美元短期利率的一个期货。我跟你说，其实我在课本上学的，包括我工作那时候，当时市场上短期利率的期货不是这个 SOFR， 而叫 Eurodollar 欧洲美元。这个词儿是不是对金融稍微熟悉一点的朋友感觉有点耳熟哈？其实我觉得它这名字有点误导人，什么欧洲美元整的跟个外汇期货似的。它追踪的其实是美元3个月 LIBOR 利率的期货。跑题了哈，我们不展开了。这个利率类里头，除了 SOFR， 还有很主要的一类就是国债期货。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到期交割国债。那为什么这个利率类期货交易量能这么大呢？因为所有的基金、所有的投资组合都有利率风险，无一例外。不管你这个投资组合是涉及贷款、涉及国债、涉及利率互换协议，哪怕是最基本的现金流、最基本的股票，只要资产组合足够大，都有不能忽略的利率风险。比如说吧，假设你明年6月份要付1000美元，那这个利率风险你可能无所谓，但是你要支付100亿美元，这期间的利率风险你就完全不能忽视了，就必须得对冲掉，大概就这么个意思。而对于大部分的专业机构、专业投资人来说，你想要对冲掉利率风险，最常见、最普遍的手段之一就是这个利率类的期货。你就随便去看华尔街那些对冲基金、投行，每一个交易组都有面值非常庞大的这个 SOFR 期货的头寸，可以说是我一开始看到会惊掉下巴的那种。当然，他们虽然看上去面值很大，但实际的那个风险，因为特别短期嘛，所以也还好。好，接下来哈，第二大类的期货就是股票类。股票类里头最主要的自然就是股指期货了，交易量比较大的，像追踪纳斯达克100的指数，追踪标普500指数，追踪欧洲 Stoxx 50、Nikkei 225、沪深300的等等。因为股指期货它可以作为整个大盘的一个代表嘛，所以它最常见的用法就是用来对冲整体市场的风险。你比如说我买了微软、英伟达的股票，比如哈，那我可能相信这2只股票会比美股大盘表现好，但具体大盘市涨是跌这个风险我不想承担，那我就可以同时做空纳斯达克100的指数期货来对冲掉资产组合的一部分贝塔。这种做法其实在 A 股是非常明显的。你别看 A 股市场虽然严格限制做空，但是这个股指期货是可以做空的，所以那些量化基金呢就可以通过做多个股、做空股指期货来对冲掉不想承担大盘涨跌的那个风险。我跟你说，一般你看那个基金名字里头带增强、中性、对冲这些字眼的那种基金，大概率哈就会比较多运用做空股指期货来对冲。好，再有一大类期货产品就是大宗商品。交易量最大的，比如说原油期货、天然气期货，还有金、银、铜、咖啡、大豆、小麦、糖、可可、棉花、螺纹钢、PVC 等等。其他还有很多期货产品了。你比如说外汇期货市场其实也不小，不过相比于它庞大的场外交易来说，这个期货市场就显得没那么大了。还有一个很常见特殊的期货叫做 VIX 期货，就是股票波动率的一个期货。它呢是追踪标普500这个指数隐含的一个波动率，这个从量化的角度来看就相当复杂了。有些基金呢可能会用它去对冲股票的一些尾部风险，或者去做一些更复杂的统计套利等等。还有一些更奇葩的，比如说天气期货、碳排放权期货、葡萄酒期货等等。这个期货之所以能应用的如此之广，交易量如此之大，除了它灵活可以追踪任何指数之外，我们从金融产品设计的角度出发，它还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优势。首先，期货最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支持高杠杆。比如说你要买100块钱的股票，在没有杠杆的情况下，就是你手里得有100块钱。一般呢，交易所会允许你手里有50块，然后买100块的股票，这样就是2倍杠杆。而做多期货呢，你手里可能只需要有5块钱就可以买100块钱的期货，你手里要是有100块钱就可以买2000块钱的期货，这是20倍的杠杆。好，期货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对于做空可以非常的容易。你想做多做空，它就是个方向问题，就像向左向右一样，都很容易。你比如说股票的做空，它会有非常多限制，你得先借进来，然后卖掉，到时候再买回来。借股票也有限制，监管也有限制，总之就很麻烦。但期货呢，我们刚才说了，它就是个对赌合约，两人约定好了，价格涨就你赚，价格跌就我赚，这样它那个做空的灵活性就大很多了。好，期货的第三大特点就是它隐秘。
你看，正常要是买股票，买到一定的规模，你就得披露，大股东都需要公告，大家都能看见。你买卖国债或者很多场外交易，你得走券商、走投行。虽然这些不是公开信息，但是内部人士是可以看到这些交易数据的。而期货市场那就完全是一个黑盒子了，大家都在平台上交易，你就只能看到在哪个价格有多少人交易了，现在有多少买单、多少卖单，这些价格数量的信息。但具体是谁买了、谁进行的交易，这些信息是完全隐藏掉的。你经常会看到市场上哪天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单，也不知道是谁在交易，交易员就在那猜。比如说在24年9月26号上午的9点38分 ，SOFR 期货市场突然出现了一笔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交易，11.8万份买入合约。你想，每份合约的面值是100万美元，这就相当于1180亿美元的交易，就这一单，谁也不知道谁干的，市场上交易员们就开始谣言四起啊。有人就说了，这可能是有内幕消息，美联储可能要降息；也有人说了，不对，这可能是某某某资管公司在对冲风险。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大家其实也都是瞎猜，这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期货交易的这个隐秘性。咱之前不是聊过一期崩盘的故事吗？说95年的时候有一个28岁的小伙 Nick Leeson， 他在巴林银行当交易员，结果就是因为交易期货，把这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古老的英国银行给整破产。他当时呢就是做多日经225的股指期货，正好赶上了神户大地震。当然他还有很多期权、哩哩啦啦别的交易。那反正你看这个期货，它隐秘不隐秘？不光是市场不知道谁在交易，就连自己银行都不知道谁在交易。咱们刚才差不多就说了期货的基本逻辑、基本特点、常见的用法等等。下面我们就该说一点不那么常规的玩法了。首先，这个期货这么高的杠杆，那就意味着非常少量的资金就可以撬动非常庞大的市场。这个特点在金融市场里边就成了一把利刃，它要在一个名门正派手里，就可以以一个非常低成本去进行对冲投资。但要是比如它落到了欧阳锋的手里，那可就得把整个江湖都搅得天翻地覆了。接下来我要说这个欧阳锋，就是著名的资本秃鹰索罗斯。90年代初的时候，欧洲的主要经济体都还没用欧元，都有自己的货币，但他们之间呢有一个叫做 ERM 汇率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各国会把自己的汇率跟德国马克绑定死，固定汇率。这个 ERM 机制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后来欧元体制的前身，相当于一个试运营的阶段。英国呢，其实起初是不愿意加入这个 ERM 的，但90年呢，想了半天，就感觉跟欧洲绑在一起发展好像也挺好的，也有利于控制自己的通胀，那就试试呗。于是，英镑和德国马克的汇率绑定在了1比2.95，但是呢，有一个上下6%的浮动区间。这种固定汇率的政策吧，它的好处是稳定，就大家相互做生意可以彼此信任对方的货币。但长期从底层来说，它其实需要绑定的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是共振的。比如说你过热我也过热，你萎靡我也萎靡，这样双方的央行就可以一起加息，一起降息，很和谐。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但一旦两边经济发生偏离了，你还绑定汇率，一般那个经济弱势的一方，他这个货币就有压力了，你就得有取舍了。91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当时91年呢，德国这边的经济是要明显强于英国，然后英国的通胀也比德国高，那英镑就有贬值的倾向。当时英国的央行就非常两难，你想要维持住汇率，你就得通过加息来吸引资金，但是经济萎靡你还加息，那不就相当于人生病的时候你还节食减肥，很容易减出内伤。而如果英国想要刺激经济，那就得降息，那这样英镑的汇率就很容易跟德国马克绑不住了。这就出现了底层的矛盾。索罗斯这个秃鹰就看到了这个冲突，就飞过来了，他就觉得英镑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被严重高估，于是他的量子基金就开始布局这场世纪做空。简单来说，他就是想通过做空英镑、进攻英镑来给英国央行致命一击，然后从中获利。所以首先它最正常的方式就是通过场外交易做空英镑的现货，找银行借来英镑然后卖掉，可能换成是马克或者美元吧，来给英镑施加下跌的压力。但这个力量呢毕竟有限，为了能够最大化它的进攻强度，索罗斯开始在期货市场上下功夫，来放大它的攻击力。其实你看它这个逻辑一点也不复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做空期货会对现货市场产生压力呢？期货不是未来的合约吗？索罗斯跟人签约说我3个月以后卖英镑，那为什么现货的英镑会跌呢？这就要说到为什么期货的价格会跟现货的价格高度统一了。如果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真的偏离非常多，比如说索罗斯疯狂做空英镑期货，让12月份到期的英镑对马克跌到了1比1，而现货市场还没变，还是1比2.95，会发生什么呢？聪明的你是不是就已经感觉到了这里头有巨大的套利空间，有利可图了？我可以怎么套利呢？首先，我尽一切可能玩命的借英镑，比如说我借了1亿英镑，然后我在现汇市场都换成德国马克，这样我就拿到了2.95亿的德国马克。同时，我做多2.95亿英镑对马克的期货，这时候市场价是1比1，那现在我手里就握着这2.95亿马克，我就等。
顺便可以定存拿点利息，这我们就忽略了。一直等到12月这个期货到期，我就可以根据约定把这2.95亿的马克按1:1换成2.95亿的英镑，然后呢，我把当初借的1亿英镑给还回去，可能再还点利息，这个也忽略不计。这样里外里下来，我就凭空赚了1.95亿英镑，空手套白狼。这么好的机会，傻子才不做呢，对吧？市场上就会涌入大量的精子来做空英镑现货，做多英镑期货，自然就会把期货和现货的价格拉到一个非常接近合理的区间。反正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索罗斯他即使做空的是期货市场，同样会给现货市场带来巨大的向下的压力，去推动英镑现汇的贬值。只不过刚才我其实省略了一点哈，索罗斯当时其实很少量的是做空英镑对马克的期货，因为这个市场其实不大，它流动性比较差，它是通过做空英镑对美元的期货，同时做多德国国债的期货，来近似模拟做空英镑对马克的期货。有点懵是吧？没事儿，总之呢，就是他在期货市场做空了英镑。索罗斯当时在期货市场利用了大概10倍的杠杆做空英镑，然后市场上其他的资本呢就也发现这个英镑似乎有松动的迹象，也都加入到了这个做空的队伍。那英国央行它就反击啊，它又不傻，它不光是在现货市场上反击，也在期货市场上反击，跟空头干，跟索罗斯干，不停的消耗自己的外汇储备去买英镑和买英镑的期货。那有杠杆谁不用啊？两边呢都架着杠杆在那打。其实当时呢，这些空头他做空的对象不光是英镑，像芬兰央行还有意大利央行，在1-2个星期之前，9月初就已经缴械投降，宣布跟德国马克脱钩了。随着他俩的溃败，就有越来越多的空头涌入了进攻英镑的行列。于是，1992年9月15日，量子基金的首席投资官走进了索罗斯的办公室，说：“索罗斯先生，我觉得我们有希望干倒英国央行，我想加仓15亿美元的仓位。”索罗斯听了有点不高兴啊，这个投资经理还以为索罗斯觉得这个想法太冒险了，没想到索罗斯说：“我们现在赢的概率这么大，潜在的收益这么高，为什么只加仓15亿美元的仓位呢？为什么不加仓150亿呢？”干嘛？我估计当时那投资经理听完可能下巴都快惊掉了。你看这老头平时悄没声不说话，关键时候那是真敢上啊。于是紧接着量子基金真的在期货市场做空了近100亿英镑的仓位。索罗斯加仓的第二天，1992年9月16日星期三，成为了载入金融史册的一天。一开盘，市场就感受到了多头英格兰银行这边有节节败退的迹象，空头们就像潮水一样涌入做空英镑。英格兰银行这边大概以每小时20亿英镑的速度消耗买入，苦苦支撑。眼看着外汇储备这边快被榨干了，英格兰银行就急了，10点30分宣布加息，从10%直接加了200个基点到12%，来维持英镑的汇率。而你知道索罗斯他最狠的是什么吗？其实他不确定英镑最后到底会不会脱钩，但是他已经预判到了英国央行会加息，所以提前埋伏了大量英国国债空头的头寸。英国这一加息，英镑那边还在激战，但索罗斯在英国国债这儿先大赚了一笔。我们说回英镑这边哈。虽然加息了200个基点，但市场还是不买账，抛压还是主力。英格兰银行显然被逼急了，他干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儿，他破天荒的在同一天的下午2点15再次宣布加息，这回更是加了300个基点到15%。你看人家好几年都加不了这么多，英国央行4个小时给你干完了。这不明摆着告诉大家说我没招了，我快撑不住了吗？所以虽然高利率应该是吸引大家买入英镑，但当时市场上已经完全是空头碾压了，英镑失守恐怕已经是迟早的事儿了。而这时候索罗斯这个老狐狸又来了个狠招，他就分析了一通，认为一旦这个英镑失守，英国政府很有可能会取消这2次加息，那国债就会迅速反弹，所以他赶忙从国债的空头转向了做多英国国债和德国国债。果然他又一次判断对了方向。还是在同一天晚上7点40分，英国央行顶不住了，财政部宣布英国退出欧洲 ERM 的汇率机制，和德国马克脱钩，也果真撤回了这2次加息的决定。紧接着英镑一泻千里，对马克跌了15%，对美元跌了25%，英国国债大涨。这一天下来哈，索罗斯这个人怎么样咱先不评价，但这套连招真的是太强了。不管是英镑的崩盘，还是英国央行先加息再降息，索罗斯全都赌对了方向，甚至还提前在期货市场做多了英国股市，做空了德国股市，也全都获利。而且他不光是判断对了方向，那是看准机会全力出击。这整套操作也被称作是20世纪最成功的交易之一。最后据估算，索罗斯做空英镑这边大概赚了10亿美元，债券、股票乱七八糟加起来大概又赚了5亿美元。他当时本来也就有30多亿体量的基金，这几天里赚了15亿。其实赚钱的不光是索罗斯和空头们。So how many pounds have you sold? $500 million. So has it been good business? Yeah, it's been really good. What does that mean to the bank here? We've had an excellent day. We've made a lot of money.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A couple $100,000? Probably about $10 million. 像花旗、摩根士丹利、大通曼哈顿、美国银行等等众多的华尔街投行，这几天里加起来据估算也赚了超过10亿美元。而英国央行则是以这种非常狼狈的方式和其他货币脱钩，这一天也被称作叫做黑色星期三。我感觉就这个事儿可能把英国人都整出心理阴影了。为什么之后那个欧元区怎么劝他都不加入呢？我跟你说，很大一部分原因得赖索罗斯。
你看索罗斯这次获利其实判断对方向是一方面，但能有如此高的回报，也是利用了期货这个高杠杆的特性。之后包括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空头们做空东南亚的货币，然后东南亚的央行们消耗自己的外汇储备去买，他们核心的战场也是在这个期货市场。当然亚洲金融危机还有一些其他的变量，还有各国银行的参与，那个还是挺精彩的，我们之后单开一期再聊，嘿嘿。好，在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之前咱们先来小结一下。咱们看了什么是期货，有人拿它对冲，有人拿它投机，发现其实它本质上是一种对未来价格的对赌，一切指标皆可期货。市场上最主要的期货大概有利率类、股票类、大宗商品类，还有其他。期货有这么几个典型的特点：高杠杆，容易做空，还非常的隐秘，让它成为了金融市场的宠儿。通过索罗斯这个例子，咱们看了利用期货一个典型的用法，可以低成本的撬动最大的伤害、最大的效果。但是这些还都只是一些开胃菜。你看，好不容易给大家讲清楚了期货的基本用法，咱们才好去上强度来讲一些它更劲爆的一些阴招、损招，还有更复杂的一些玩法，看看它是怎么又拉爆债市、拉爆股市、拉爆油价等等。我是想接着往下聊的，但是好像这个进度条不太允许了，那我们就下期继续期货的陷阱。